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唐玉成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。你也瘦了点。唐玉成想说的话又何止这一句，他这几个月的思念层层叠叠压在心底，此刻心中的雀跃却也只能被硬生生地压下去，不能表现出来。他语气已经尽量克制。齐远说，几个月没见了，真的好想你，我能抱抱你吗？白启远垂眸点了点头。唐玉成慢慢上前，双臂紧紧环抱住了他。白启远能清晰地感觉到对方手臂在逐渐收紧，他的胸腔压迫着自己。对方杂乱急促的心跳，甚至连那具年轻躯体的颤抖都能被清晰地感知到。他真的变成熟了。白启远有些出神，对方身上那种属于成年男人的压迫感让他猝不及防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羞赧涌上心头。想着想着，脸颊竟不自觉地发烫了起来。他身上多了一种成熟男人的味道，被他这么抱着，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在这场阔别数月的重逢里，白启远有种重新认识他的感觉，那是一种混杂了熟悉与陌生的微妙感受。熟悉的部分让他感到安心，陌生的部分让他有些心慌。他终于意识到，这种改变或许从唐玉成踏入 S 市的第一天就开始了。他不禁责备自己，为什么现在才意识到。我从一开始就入戏太深，以为自己扮演的是家长的角色，我总是在不停地敲打他，提醒他，生怕他的人生偏离我和长根预设的轨道。我曾自负地以为这只是指引，我确认我从未想过要控制他。可直到这段时间我才惊觉，是我太天真了。他说得对，他从来就不是个孩子，他一直在提醒我，而我却傲慢地忽略了那些信号。在他慢慢独立的这一刻，已经逐渐单方面地解除了我所有的所谓的家长权限。元旦之后很快就是春节了，今年的春节比往年都要晚。S 市刚刚下了今年的第2场雪，银装素裹的 A 大别有一番景致。此时梁浩天正拿着一本杂志，蹙着眉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出来，上了2楼。经管学院教学办公楼的天井中的植物被白雪覆盖，期间梁浩天瞥见了其中雪滴花已长出小小的白色花骨朵，在翠绿枝叶的映衬下显得清新而柔和。这种绿色也让花的白与雪的白自然地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呼应，但他此刻并没有太多心情去欣赏。他来到203白启远办公室门前，敲了敲。请进。梁浩天推门走了进去。你怎么来这么早？白启远看了一眼电脑屏幕角落的时间，还没到饭点呢。梁浩天直接将手里的时尚杂志拍在桌面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这不就是一本杂志吗？看来你最近是真没管过唐玉成啊。怎么又扯到唐玉成了？最近我是很少去看他，但不等于我不管他了。不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翻开看看，第30页。白启远边翻页边嘟囔着，故弄玄虚。白启远翻到了第30页，画面上的青年穿着宽大的白衬衫，领口看似随意地敞着，扣子只扣了最下面几颗，整张脸画着浓妆，半隐在阴影里，表情严肃，眼神倔强而犀利地看着观众。他的眼神中充满着摄人心魄的野性，让人移不开目光。那种迷人，就像是即便知道自己已踏入危险的漩涡，也甘愿沉沦。这怎么了？这人很帅，很有风格呀。杂志里的模特不都这样？说的时候，白启远大惊小怪地瞟了梁浩天一眼，紧接着他隐隐觉得哪里不对。他捧起了杂志，看得很仔细。长得有点像唐玉成。什么叫有点像？这明摆着就是他啊。不可能。白启远又看了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都这么明显了，你还说不可能？这怎么可能是唐玉成呢？他天天在学校，哪有空干这个？所以我才来问你啊。白启远发现页面底部角落有一串竖着排版的英文小字，标注了摄影师、模特以及造型师等一系列名字。这真的是他？没想到这小兔崽子这么能折腾，现在连学习都不好好学了，这高考可没几天了。白启远再次捧起杂志，仔细端详着。他从未见过这样充满个性和魅惑的唐玉成，在摄影师的镜头下，那张原本就出众的脸呈现出一种近乎侵略性的美感。还有啊，这唐玉成的腹肌练得可以啊，没想到被这么一捯饬，还真挺帅的。对了，你俩上次……梁浩天压低声音，一脸调侃。你应该已经体会过了吧？体会什么体会？你这个老不正经。白启远嘴上拒绝承认，
但胸腔里的心不禁颤颤了几下。你这本杂志我留下了，你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自己留着慢慢看。白启远瞪了梁浩天一眼，随即稳稳心神，抬手拿起手机拨通了老同学林清源的电话。喂，清源，是我，白启远。我想问你一下，唐玉成最近一切正常吗？一切正常，就是他现在每天都在操场上跑步，风雨无阻，可能压力太大了，发泄发泄吧。那他学习状态怎么样啊？学习状态也没有什么异样，成绩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。怎么又担心了？有一点。正常，高考之前家长跟着紧张，这都很正常。不好意思，这么突然给你打电话。没事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及时沟通，毕竟现在是非常时期。好，我会的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白启远放下电话，松了口气，他抬眼看着梁浩天。清源说他学习成绩没影响。这学习成绩没影响，你就不打算管啦？白启远低头看了眼杂志里的唐玉成，目光柔和了几分。他作为学生，有好好学习，完成了本分。其他的，如果不是杀人放火、触犯法律的事，我为什么要限制他？你看，这本杂志名气也不小，是正规的刊物，也说明他走的并不是什么歪门邪道。而且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他一直想独立。他说过不想花我的钱，不想拖累我。那他也太辛苦了，偶尔依靠依靠你，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谁说不是呢？我跟你想法一样，我希望他依靠我，之前也跟他提过，可他就是不听。他知道我反对他现在出去挣钱，所以这事他才一直瞒着我。这臭小子就是不服管，我能怎么办？不过这种档次的杂志也不是谁都能上的，这起码说明他在这一行走得通。真要硬拦着限制他，没准儿反而是耽误了他。这倒也是，不过你还是得多去看看他，别让他太累了，毕竟快高考了。而且你们俩之间的问题，光靠逃避是解决不了的。安排他住校，减少见面，并没有达到让他专注学习的目的。白启远陷入沉思。行了，我再想想吧。元旦你们俩单独过的，没再情不自禁一下？想什么呢？当然没有。你们俩定力也太强了吧，都赤裸相见过，看过彼此的全部了，再见面居然还能忍得住？你以为谁都跟你和林辉一样，天天情不自禁啊？而且他现在还以为我和宋毅在一起呢。哦，那你就打算让他一直这么误会下去？不然呢？不过就算没有宋毅，我们也不可能。算了，又扯远了。总之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，无论怎么样都得先让他安稳考完再说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我是得看紧点儿，绝不能让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岔子。对了，快过年了，你打算怎么过啊？你们家就你们俩太冷清了，要不然还跟以前一样来我们家过节吧，人多热闹一点。也行，那到时候又得打扰你们了。又跟我见外了不是？临近春节，路上还有残雪， S 市的街头挂起了红灯笼，年味渐浓。唐玉成放假回家，按照往年的惯例，年前白启远都会去趟邮局，给长根寄一笔钱，用于村里的教育。至于具体这钱用于校舍的修缮或是添置物品，都全交由对方处理。只是没想到唐玉成也跟着来了邮局，他要寄钱给他老家唯一的好朋友张青宇。关于他，白启远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。他记得唐玉成离开村子那个清晨，薄雾笼罩中，有个瘦弱的男孩子站在长根家门口，把怀里揣着的 CD 机塞给了唐玉成，满眼都是不舍。只不过后来很少听他说起，所以现在才知道他的名字。张青宇一直和妈妈在村里生活，最近他爸爸在外务工时不慎伤了腿，只能回家休养，家里的顶梁柱一倒，本就拮据的日子更是入不敷出。唐玉成来到 S 市后，两个人一直没断过联系。他了解情况后，这才有了要帮他的念头。白启远越来越对唐玉成刮目相看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，还能在对方有困难的时候施予援手，真的不简单。从邮局回到家，白启远和唐玉成开始整理要带到梁浩天家的礼物。